你刚重生，竟不顾全家饿肚子，反而拿借来的钱承包了一座枯萎的死竹山，全村都觉得你疯了。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虽然表面竹子死绝，但在你的神眼里却看到地下涌动着绿色养分金光，只要撒点草木灰，每天就能长出几百斤极品冬笋，从此带着家人过上好日子。此时陈峰盯着发黑的房梁愣了3秒，脑子里一段记忆轰的一下炸开，他真活过来了，回到了那年的冬天。上辈子他在这场大病里烧坏了脑子，成了村里的傻子。妹妹为了给他治病，被逼着嫁给了村里的老光棍，最后跳了井。这辈子老天怜悯，竟让他重头来过。还没等他理顺思绪，砰的一声巨响，本就不结实的木门被人一脚踹开，风雪卷着几个人影闯进屋里，带头的是个满脸麻坑的男人，裹着件破旧的军大衣，嘴里叼着半根卷烟，正是村里出了名的地痞赖子里。赖子里吐了口烟圈，皮笑肉不笑的踢了一脚炕沿，说：“陈峰别装死了，借我的30块钱，今天该连本带利还了，一共80块，拿钱吧。”陈峰撑着身子坐起来，胃里饿得直抽酸水。他盯着赖子里，声音沙哑说：“当初借你30，说好年底还50，现在才过了1个月，你要80，老子的钱就是这个规矩。”赖子里把烟头往地上一摔，用鞋底捻了捻，眼神往屋里乱瞟，说：“拿不出钱也行，你这破房子抵债，还有你那个水灵灵的妹妹，正好给我当个填房，咱俩这账就算两清了。”听到这话，陈峰眼睛瞬间红了，他一把抓起枕头底下的生锈柴刀，翻身下地，刀尖直接抵住了赖子里的肚子。“你动他一下试试。”陈峰咬着牙，自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赖子里吓了一跳，往后退了半步，身后的2个小弟也愣住了。谁也没想到平时3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陈峰，今天病得快死了还敢动刀子。行，你小子有种。赖子里咽了口唾沫，强撑着面子指着陈峰的鼻子说：“我给你3天时间，3天后你要是拿不出100块钱，我带人平了你这破屋子。”说完，赖子里带着人骂骂咧咧的走了。屋里又冷清下来，陈峰扔下柴刀，一屁股坐在炕沿上，大口喘着粗气。100块钱在83年这会儿抵得上城里工人3个月的工资了。他家里现在连1粒米都找不出来，去哪弄100块？陈峰站起身，把炕头那件补丁落补丁的破棉袄裹在身上，又找了根麻绳系住腰，拎起柴刀就往外走。没钱，只能靠山吃山，这是西南大山里的人唯一的活路。外头雪下的正紧，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一样疼。陈峰踩着破草鞋，深一脚浅一脚的往村后头的深山里走。大雪封山，动物全躲起来冬眠了。平时满地跑的野鸡野兔，现在连根毛都看不见。陈峰在雪地里转悠了2个多小时，手脚冻得发僵，连个野果子都没找到。他大病初愈，身子本来就虚，这会儿饿得眼前直发黑，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陈峰靠在老松树上，心里想着：难道刚重生回来，又要被逼死？大口吸着冷气，肺里像着了火。就在这时，他突然觉得2只眼睛像被针猛地扎了一下，疼得他捂住脸蹲在地上，眼泪止不住的往下流，眼球里像是有火在烧。这股剧痛来得快去的也快。陈峰咬着牙揉了揉眼睛，慢慢睁开，眼前的景象让他愣住了。原本白茫茫的雪地和灰褐色的树干全变了样，整个世界像是蒙上了一层灰色的滤镜，而在这些灰色中，星星点点的亮起了一些红色的光斑。他低头一看，脚边的雪层底下有个黄豆大小的红斑在微微闪烁。陈峰好奇的拿柴刀把那块雪刨开，扒开底下的冻土，一条胖乎乎的地老虎正蜷缩在泥里。陈峰心头狂跳，脑子里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他盯着那条虫子，红光正是从他身上散发出来的。他又抬起头看向远处，几十米外的一棵树洞里有一团拳头大小的红光。他跑过去一看，里面窝着一只正在冬眠的松鼠。陈峰懂了，彻底懂了。他不仅重生了，老天爷还给了他一双能看穿活物热量的眼睛。只要是活的东西，身上有热度，在他眼里就会变成红光。温度越高，数量越多，红光就越亮。有了这双眼睛，这大雪封山的日子对他来说就是个天然的聚宝盆。陈峰激动的直搓手，连身上的寒意都感觉不到了。他站在半山腰，瞪大眼睛往四周扫视。很快，他的目光被右前方的一片枯竹林吸引住了。那片竹林早就死了，竹叶掉得一干二净，竹竿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但在陈峰现在的眼里，那片灰暗的枯竹林里却亮着一长串一长串的红光，有的红光微弱，有的红光却亮得刺眼，像是一根根烧红的铁条藏在竹子中间。陈峰拎着柴刀，3步并作2步冲进竹林。他盯上一根红光最盛的枯竹，这根竹子有大腿粗，外表看着干瘪发黄，敲一敲还发出空洞的声响，谁路过都不会多看一眼。但在陈峰眼里，这竹子中上段的位置，红光简直要溢出来了。陈峰抡起柴刀，对准亮红光的地方，狠狠一刀劈下去，咔嚓一声脆响，枯竹被劈开一道大口子。陈峰顺着口子把竹子掰开，眼前的画面让他倒吸一口凉气。竹节里面密密麻麻的挤着几十条手指头粗细、白白胖胖的虫子，这些虫子因为天气冷，全都冻得僵硬，挤成一团在里面越冬。陈峰兴奋地喊出了声：“极品竹虫！这玩意儿吃竹心长大，高蛋白，油炸出来又香又脆。在80年代，这可是城里国营饭店最抢手的下酒菜，平时藏在竹子里极难找，全靠有经验的老猎手一根根敲打听声音，冬天更是难寻。大部分人都以为他们冻死了，谁能想到，在这大雪天里，他们全躲在枯竹节里抱团取暖。”陈峰赶紧脱下破棉袄，铺在地上，他拿刀把竹子一节节劈开，白胖的竹虫像下雨一样吧嗒吧嗒往下掉。就这一根竹子，足足倒出来大半斤竹虫。陈峰心里算了一笔账，镇上国营饭店收这玩意儿，一斤能给到2块5，就刚才那一刀，1块多钱就到手了。这哪是竹虫，这简直是白花花的银子。陈峰把竹虫全包进棉袄里，小心
心翼翼地系好。他抬起头，看着整片枯竹林，在他眼里，这片林子里到处都是闪烁的红光，大大小小的热源分布在不同的枯竹里，有的在根部，有的在梢头。以前找竹虫全靠运气，一天下来累死累活也弄不到2斤。现在有了这感知热量的能力，哪根竹子里有货，哪根竹子里是空的，他一眼就能看穿。寒风呼啸着刮过竹林，陈峰却觉得浑身充满了力气。100块钱的债，照这个速度，今天一天他就能把钱凑够。竹虫群聚产生的热量在陈峰眼中无所遁形，他疯狂挥刀，陈峰不断寻找那些最亮的热源，他一刀接一刀劈开枯竹，白胖的竹虫噼里啪啦往下掉，他眼里的世界全变了，整片竹林挂满红光，哪里有热量，哪里就有活物，看得一清二楚。以前村里老猎手找竹虫，得拿棍子一节节敲着听声，一天累死累活也弄不到2斤。现在陈峰眼睛一扫，盯准红光一刀砍下去，准有货。不到1个钟头，破棉袄里就包了足足7、8斤竹虫，白花花一大团还在乱爬，这可都是钱。陈峰扎紧棉袄包袱，刚要下山，眼睛往地上一扫，脚不动了。脚边2、3米远的雪地下，透出一团亮眼的橘红光，这光比竹虫亮得多，个头也大，像个火炉埋在地下。陈峰抄起铁锹就挖，扒开厚雪，刨开半米深的冻土，底下露出个黑洞口，洞里铺着干草，4、5只肥得像小猪仔的竹鼠正挤着睡觉。大雪封山，竹鼠全躲在深洞里过冬，洞口堵得死死，连猎狗都闻不出味儿。要不是陈峰能看见热量，谁也找不到这窝肥肉。陈峰伸手一掏，捏住一只大竹鼠后颈皮滴溜起来，好家伙，沉甸甸的，毛色发亮，起码5斤重。秋天贴的膘全在身上，肥得冒油。竹鼠滋滋之拼命挣扎，陈峰一把扔进背篓扣好，一窝5只，直接一锅端。背篓装得满满当当，加上竹虫足有30多斤。陈峰背起篓子，顶着寒风往镇上赶。赖子里明天来收账，100块钱的高利贷，今天必须凑齐。走到镇上，天全黑了，街上没人，只有街尾国营饭店后院还亮着灯。陈峰走到后门，抬手用力拍，胖学徒骂道：“谁啊？大晚上叫魂呢？”门开条缝，探出个胖脑袋，这是后厨的学徒工，满脸横肉。胖学徒手里抓着油乎乎的大勺，胖学徒上下打量陈峰，陈峰只穿件单衣，冻得嘴唇发紫，满身是血，背个破竹篓，像个要饭的。胖学徒脸一拉，嫌弃的挥手说：“去，要饭去前门，后厨种地闲人不准进，懂不懂规矩？”说着就要关门，陈峰一把按住门板，手劲极大，门愣是没关上。陈峰说：“不是来要饭的，找吴建军经理送好货的。”语气平稳。胖学徒气笑了，用力扯门没扯动，指着陈峰鼻子骂道：“你也不撒泡尿照照，大雪封山连根野鸡毛都没有，你能有啥好货？冻耗子还是烂树根？赶紧滚！吴经理也是你想见就见的。”院里传来粗嗓门，问吵吵啥呢？大冷天开门灌风啊！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背着手走来，男人眉头紧皱，脸黑得像锅底，这就是采购经理吴建军。吴建军今天正烦，明天镇上有重要招待宴，上面来人检查，大雪天菜市场只有白菜土豆，连块鲜肉都没有，拿这破菜招待，他这经理肯定挨批。胖学徒一见吴建军，赶紧换笑脸告状说：“吴经理，这有个要饭的非说卖山货，我正赶他走。”吴建军瞥了陈峰一眼，看他穿的破烂，摆手说：“行了，拿2剩馒头打发走，别在后门闹。”陈峰没接茬，直接卸下背篓，砰一声放在雪地上。吴建军听见动静停下脚，听声音背篓分量不轻，他问：“大冬天你能有啥好东西？”半信半疑走近2步，陈峰二话不说，直接掀开背篓盖子，手电筒光打进去，5只肥硕的竹鼠正挤着，背光一照吓得滋滋乱叫，皮毛油光水滑。吴建军眼珠子瞪圆，嘴巴张老大，他一把推开胖学徒，几步窜到背篓前，蹲下死盯着竹鼠。吴建军声音都劈叉了，说：“我的老天爷，这是活的竹鼠！”抓起1只掂分量，说：“这手感得有5斤吧？大雪天竹鼠全钻地缝了，老猎狗都刨不出，你哪弄来的？”陈峰没答话，又解开棉袄包袱，里面全是手指粗细的竹虫，白白胖胖，密密麻麻挤着乱爬。吴建军倒抽一口凉气，眼睛直勾勾盯着竹虫，口水都快流了。这可是顶好的下酒菜，过油一炸，外酥里嫩，平时秋天都难收这么多，更别说大雪封山，这东西拿上明天的招待宴，绝对压得住场子。吴建军态度大转弯，一把拉住陈峰胳膊往屋拽，转头冲胖学徒吼道：“愣着干啥？赶紧给小兄弟倒热水，一点眼力见都没有！”胖学徒吓得一哆嗦，连滚带爬跑去倒水。进屋暖气一轰，陈峰身上雪水化开。吴建军拉他坐下，两眼放光盯着那筐货。吴建军搓着手直咽口水说：“小兄弟，你这货太硬了。明说了，我明天急需好菜待客，你这竹鼠和竹虫我全包了。平时竹鼠1块5，竹虫2块5，大冬天我给你加点，竹鼠1块8，竹虫2块8，咋样？”陈峰喝口热水，心里跟明镜似的。吴建军这么急，说明明天招待宴不一般。大雪天除了他，全镇谁也拿不出这鲜活野味，这是独一份的买卖。陈峰放下水杯，伸出3根手指说：“吴经理，明人不说暗话，竹虫3块5一斤，竹鼠2块5，少1分不卖。”吴建军一听笑僵了，说：“小兄弟，你这要价太狠了，饭店有规定采购价，你这超标了。”陈峰靠在椅子上，语气平稳说：“大雪封山找这东西多难，你比我清楚。你要觉得贵，我别去县里，县里饭店多，总有人出这价。”说着，陈峰起身要去背篓子，吴建军急了，一把按住陈峰肩膀说：“哎，别急啊！”他心里算盘打得飞快，价钱是高，但他手里有特批额度，明天把上面的人伺候好，多花几10块算啥？要是放跑陈峰搞砸宴席，他这经理就干到头了。吴建军咬牙拍桌子说：“行，就按你说的价，但得说好，以后有这种好货，必须先紧着我们饭店送。”陈峰笑了说：“没问题。”上秤一称，竹虫8斤半，竹鼠26斤，算下来，竹虫29块7毛5，竹鼠65块，一共94块7毛5。吴建军
打开铁皮柜，拿出一沓崭新的大团结，数了10张递给陈峰，又找5块钱零钱拍桌上。吴建军指着多出的5块钱说：“凑个整，100块，多出的算定金。小兄弟，以后有好货尽管送，老吴绝对不亏待你。”陈峰接过钱，厚厚一沓捏在手里，100块钱，赖子里的债平了。他把钱贴身收好，背起空篓子走出国营饭店。门外雪下得更大了，陈峰一头扎进风雪里，雪越下越大，风夹着雪花刮在脸上，像刀片刮一样疼。陈峰把那一沓崭新的大团结死死捂在胸口，踩着没过脚踝的厚雪，大步往村里赶。100块钱，这在80年代的农村绝对算得上一笔巨款。陈峰心里盘算着，这钱不但能把赖子里的高利贷平了，还能去镇上割几斤五花肉，买袋精白面，让家里人好好吃顿饱饭。刚走到村口那棵大老槐树底下，陈峰就听见自家院子方向传来一阵乱糟糟的吵闹声，有人喊道：“拉走！今天他陈峰要是拿不出钱，这头老黄牛就是老子的。”一听这破锣嗓子，陈峰眼神一冷，是赖子里这孙子平时在村里游手好闲，专门干些放印子钱、偷鸡摸狗的烂事。陈峰加快脚步冲进院子，只见赖子里披着件破军大衣，嘴里叼着半根卷烟，正指挥着2个手下生拉硬拽牛棚里的老黄牛。陈峰的母亲张桂兰死死抱住牛缰绳，急得满脸是泪，腿都软了，跪在雪地里哭喊说：“李兄弟，求求你宽限几天吧，这牛是家里的命根子，拉走了明年开春拿什么翻地啊？宽限个屁！”白纸黑字写着今天到期，连本带利50块。赖子里一口吐掉烟头，一脚踹在张桂兰肩膀上，让她滚一边去。老黄牛哞哞直叫，4个蹄子死死扒着泥地，就是不肯出棚。周围围了一大圈看热闹的村民，指指点点，可谁也不敢上前劝一句。赖子里是个滚刀肉，谁沾上谁倒霉。一声大喝平地炸响，陈峰大步跨进院子，一把将母亲扶起来。陈峰顺手掸掉母亲身上的积雪。赖子里回头一看，咧嘴乐了，露出一口大黄牙，说：“哟，陈峰回来了，钱呢？别告诉我你进唐山空着2只手回来的，拿不出50块。这牛我今天签定了，就是没钱就拿牛抵债，天经地义。”旁边的手下跟着起哄。陈峰把母亲护在身后，冷冷地盯着赖子里：“50块是吧？”陈峰冷笑一声，手伸进怀里，少在这桩大尾巴狼，你要是能拿出50块，老子今天把这牛棚里的牛粪全吃了。赖子里话还没说完，陈峰直接掏出那一沓大团结，啪的一声，陈峰狠狠将那沓钞票摔在赖子里的脸上，钞票散开，红彤彤的10块钱大钞掉在雪地里，格外扎眼。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连风声都听得清清楚楚，村民们眼睛都看直了，一个个张大了嘴巴。赖子里手忙脚乱地蹲下身去捡钱，眼珠子差点瞪出来。他翻来覆去地摸着那些大钞，嘴皮子直哆嗦，问你哪来这么多钱？连本带利50块，你自己点清楚。陈峰走上前，一把抢过牛缰绳，指着大门说：“拿了钱，带着你的人滚出我家。”赖子里捏着钱，脸上一阵青一阵白。他本想借着高利贷把陈峰家的牛搞到手，转手去邻村卖个大价钱，没想到陈峰真能掏出现金。行，算你小子狠，咱们走着瞧。赖子里咬咬牙，把钱往兜里一揣，一挥手，带着手下灰溜溜地钻出院子。村民们炸开了锅，纷纷凑上来问陈峰是不是挖到傻宝贝了。陈峰随便打了个哈哈，敷衍着岔开了话题，说是进山碰运气抓了几只野货卖给饭店了，把大伙糊弄过去。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陈峰背着个大空背篓，踩着积雪去了趟镇上。家里米缸早就见底了，昨天还了债还剩50块，他一口气买了30斤精大米，20斤白面，又去肉摊割了5斤肥的流油的五花肉。买完东西，陈峰路过集市最里头的一个角落，这地方又脏又臭，是个专门杀狗卖狗肉的摊子。铁笼子里关着7、8条土狗，一个个吓得夹着尾巴，缩在角落里直打哆嗦。摊主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正拿着把尖刀在磨刀石上蹭得霍霍响。陈峰本打算直接走过去，脑子里嗡的一声，刚觉醒的生物热能感知自己开启了。在他的视线里，周围的人和活物都变成了一团团散发红光的能量体。笼子里那些狗的红光都很暗淡，明显是饿了很久，半死不活的。可就在笼子最里头，有一团红光亮的刺眼，就像雪地里烧着一团火，活气足得很。陈峰停下脚步，凑近一看，那是条纯黑色的土狗，体型不大，但骨架极宽，爪子粗壮。它趴在笼子最里头的烂泥里，嘴里不停地吐着白沫，浑身一抽一抽的，明显是中了毒。胖摊主磨好刀，拿着个长柄大铁钳子走过来，骂骂咧咧说：“他娘的，哪个缺德玩意儿拿药毒的狗，吃肉都毒坏了，卖不出去，只能打死埋了，白瞎老子几块钱。”说着，胖摊主把铁钳子伸进笼子，要去夹那条黑狗的脖子。黑狗虽然中了毒，连站都站不稳，但一看到铁钳子伸过来，依然用力抬起头，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吼声。他张开嘴，一口咬在铁钳上，咔嚓一声，磕得火星子直冒。好凶的狗，好强的求生欲。陈峰眼睛一亮，自己以后要经常上山下套弄野货。陈峰心想，家里也得有个看门护院的，这狗中毒这么深，还能有这么旺盛的火气，要是救活了，绝对是个好帮手。陈峰喊了一嗓子：“老板，等会儿！”指了指黑狗说：“这狗你反正是要扔。”陈峰提议不如把狗卖给自己。胖摊主愣了一下，打量了陈峰一眼，说：“小兄弟，这狗中药了，吃不得，吃了要翻白眼的。”陈峰说：“我不吃，我看它骨架不错，想带回去看门。”陈峰掏出2块钱递过去，说：“2块钱，当给你止损了。”胖摊主一看有冤大头送钱，乐得合不拢嘴，这死狗扔了也是白扔，能换2块钱买包烟抽也不错。他赶紧戴上厚帆布手套，用铁钳子把黑狗拖出来，扔进陈峰的背篓里。陈峰背着黑狗一路小跑出了镇子，直奔后山方向。背篓里的黑狗吐的白沫越来越多，身子已经软得像面条，眼看快不行了。陈峰找了个背风的山窝停下，把黑狗抱出来放在干草上。他闭上眼，再次开启生物热能感知，在周围的雪地里来回扫视。这大山里有种叫地胆草的野草，
解毒效果极好，大冬天根茎也不死。很快，他在一处大石头底下的缝隙里看到几团散发着微弱绿光的植物。陈峰跑过去扒开积雪，连根拔起几株地胆草。他把草药放在平整的石头上，找了块圆石头砸得稀烂，挤出绿色的汁水。他捏开黑狗的嘴，把草药汁连着渣子一起硬塞了进去，又捧了把干净的血塞进他嘴里化水咽下。过了不到半小时，黑狗肚子一阵翻江倒海，剧烈呕吐起来。黑狗吐出一大滩腥臭的黑水，吐完之后，他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陈峰用感知一看，他体内的那团红光不仅没熄灭，反而越来越亮。黑狗眼睛里的浑浊慢慢散去，他试着动了动腿，竟然跌跌撞撞地站了起来。他看着陈峰，似乎知道是眼前这个人救了自己，摇着尾巴凑过来，用热乎乎的脑袋蹭了蹭陈峰的裤腿。陈峰利用草药治好了他，起名黑虎。黑虎极度忠诚且凶猛，成为了陈峰坚实的护卫。陈峰蹲在院子里给黑虎弄了点吃的，看着他大口大口吃肉的样子，陈峰心里盘算着以后的路，靠着抓竹鼠和挖草药卖钱，确实来钱快，也帮他度过了眼前的难关。但这大山里的野味总有抓完的一天，这几天他天天往山上跑，已经发现附近山头的竹鼠窝越来越少了。要是天天这么连窝端，不出1年，这后山就得变成死山。真要把这片山薅秃了，以后还怎么靠山吃山？陈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得找个长久的营生，不能光顾着眼前这点小钱。他想要的是长久买卖，是真正能赚大钱的路子。第二天一大早，陈峰吃过早饭，带着黑虎就在村子周围的山头转悠。他走过东边的松树林，又看了看南边的果树坡，都不太满意。这些地方要么早就被村里人占满了，要么土质太差，没啥搞头。转着转着，他来到了村西头的那座病竹山脚下。这山头面积可不小，足足有几百亩。以前这里长满了毛竹，粗壮的能做房梁，可5年前不知道染了什么怪病，竹叶一夜之间全黄了，竹竿上长满铜钱大的黑斑。一到夏天，竹林里就飘出一股烂地瓜的酸臭味，后来连地下的竹根都烂成了黑泥。村里人砍回去当柴烧，熏得人直淌眼泪。久而久之，这里就成了座荒山，连村里的野狗都不愿意往里钻。陈峰站在山脚下，踩着脚下松软发黑的泥土，闭上眼睛，开启了生物热能感知，眼前瞬间变了样。顺着枯黄的竹子往上看，整片山林笼罩着一层厚厚的灰黑色雾气，这是病菌和害虫散发出的负面能量，密密麻麻地缠绕在每一根竹子上，看着让人头皮发麻。陈峰蹲下身，扒开表层的黑土，土里全是白花花的虫卵和绿色的霉菌，难怪种啥死啥。可当他把注意力往下沉，穿透厚厚的土层时，心跳一下子加快了。在地下深处，竟然翻涌着浓郁的绿光，那光芒比他之前挖地胆草时看到的还要亮上百倍，像是一整片绿色的海洋在地下涌动。这说明这片山头的土壤里藏着极其丰富的微量元素和养分，简直肥得流油。表面的病害只是因为虫子和霉菌破坏了生态平衡，把好好的土给憋坏了。只要把病治好，这山就是个聚宝盆。陈峰拍掉手上的土，嘴角勾起一丝笑意，就他了。他转身带着黑虎直奔村委会。这会儿刚吃完早饭，村长王大爷正端着大茶缸子在院里晒太阳，旁边还蹲着7、8个闲聊的村民，正吧嗒吧嗒抽着旱烟。陈峰走过去，开门见山地说：“王大爷，村西头那座病竹山，我想承包下来。”这话一出，院子里瞬间安静了。几个抽烟的村民连烟都忘了吐，直愣愣地看着陈峰。王大爷一口茶水差点喷出来，他放下茶缸子，瞪着眼问疯子：“你大清早寻老头子开心呢？那破山连根草都不长，你包他干啥？”旁边叫赵老三的村民一拍大腿，嚷嚷起来：“疯子，你是不是抓竹鼠赚了2个钱，烧得慌啊？那山可是死山，土都发臭了，种啥死啥。”另一个大婶也跟着起哄：“就是啊，你包下来能干啥？养蚊子啊？”正说着，赖子里也溜达进来了，他手里捏着根狗尾巴草，斜着眼打量陈峰，阴阳怪气的开了口：“赖子里说哟，这不是咱们村的能人陈峰吗？怎么着，还清了老子的钱，觉得自己是个大老板了？”赖子里吐掉狗尾巴草，撇着嘴冷笑，他围着陈峰转了一圈，拿手指点着陈峰的肩膀说：“包病竹山，我看你是脑子进水了。那山要是能赚钱，老子把脑袋拧下来给你当球踢。”陈峰肩膀一晃，挣开赖子里的手，看都没看他一眼，他直接对着王大爷说：“王大爷，我没开玩笑，那山闲着也是闲着，我包下来种种竹子，养点鸡鸭，您开个价吧。”王大爷皱着眉头，站起身走到陈峰跟前，叹着气劝疯子：“听大爷一句劝，你刚缓过劲来，手里有点钱不容易，留着娶媳妇不好吗？”他指着西边的方向说：“那病竹山真不能碰，前几年老赵头不信邪，包了一小块种红薯，结果全烂在地里，连个红薯毛都没刨出来，赔得连过年的猪肉都买不起，你可别犯傻。”陈峰语气坚决，伸手从兜里掏出一叠大团结，拍在旁边的石桌上。陈峰说：“这是定金，我要包20年。”红彤彤的票子一亮出来，院子里的人眼睛都直了，那可是实打实的真钱啊！赖子里咽了口唾沫，眼珠子转了转，扯着嗓子喊：“大爷，人家赶着送钱，你还不收？这可是给村里创收的好事啊！”他心里打着如意算盘，陈峰这小子肯定是飘了，等他把钱全砸在这座死山上赔个精光，到时候还得来求自己借钱，看老子到时候怎么捏咕他。王大爷叹了口气，看着陈峰那股倔劲，知道劝不住了。王大爷说：“行吧，既然你铁了心，我也不拦你。那山头面积不小，但因为是荒山，算你便宜点，1年50块钱，20年租金算下来正好是1000块钱。”王大爷敲了敲桌子说：“你先交200定金，剩下的年底前补齐。”陈峰点点头，直接数出200块递过去，说成：“咱们现在就签合同。”赖子里在一旁看得直乐，拍着大腿笑：“哎呦喂，真是个败家子！大伙都看着啊，我打赌不出半年，这小子就得去要饭。”黑虎一直乖乖跟在陈峰脚边，这会儿似乎听懂了赖子里在骂人，他直接窜到陈峰身前，冲着赖子里呲起满嘴白牙，喉咙里发出低沉的咆哮，身子弓起，随时准备扑上去。赖子里吓了一跳，连退2步，差点一屁股坐地上。赖子里脸色发白的指着黑虎：“
说你管好你的狗。陈峰拍了拍黑虎的脑袋，冷冷地瞥了赖子里一眼。陈峰说他的狗不咬人，只咬乱吠的畜生。王大爷摇着头进了屋，拿出一份印好的承包合同，填好年限和金额。陈峰拿起笔，痛快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在名字上按了个红手印。王大爷盖上村委会的公章。王大爷把其中一份合同递给陈峰。王大爷说：“疯子，白纸黑字写清楚了，以后这山头就归你折腾了。要是赔了，可别怪大爷没提醒你。”王大爷收起钱，还是忍不住念叨了一句。陈峰说：“放心吧，大爷，赔不了。”陈峰把合同折好塞进兜里，拿着薄薄的2页纸，陈峰走出了村委会的院子。身后的村民还在指指点点，赖子里的嘲笑声隔着老远都能听见。大家伙都觉得陈峰是彻底疯了，好不容易赚点钱全扔水里了。陈峰毫不在意，他带着黑虎慢慢溜达到病竹山脚下，看着眼前枯黄破败的山林，陈峰攥紧了兜里的合同。别人笑他太疯癫，他笑别人看不穿。这座山现在的病态不过是表象，陈峰的感知看得很清楚，土壤深处的微量元素极其丰富，只要治好病，那就是天然的宝库。他在半山腰找了块平地，花半天功夫砍了几根粗竹子，搭了个简易的茅草棚，这就算安家了。黑虎尽职尽责，往棚子门口一趴，竖起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陈峰放下水壶，没急着休息，他走到一片枯黄最严重的竹林里，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脑子里嗡的一声，生物热能感知全面开启。在睁开眼时，眼前的世界变了样，视线直接穿透了地表的泥土，一直深入到竹子的根系。陈峰眉头皱了起来，真够惨的。只见地底下一团团灰黑色的雾气死死缠在竹根上，放大一看，那是一条条肥硕的地老虎幼虫。这些虫子正张着大颚，疯狂啃食着鲜嫩的根须，把竹子吸得营养不良。不仅如此，土壤里还弥漫着大片大片的黑色斑块，这是要命的霉菌。虫害加上真菌感染，难怪整座山的竹子都在大面积枯死。陈峰收起感知，心里盘算起来，要是按常规法子，得去镇上买剧毒农药灌根，还得买杀菌剂，包下这座山头，农药钱少说的大几百块。他手里刚还完债，哪有闲钱填这个无底洞？再说了，农药一打，地里的微量元素就全破坏了，以后长出来的东西也不值钱，带着一股子药味儿。陈峰冷笑一声，没钱有没钱的玩法，老天爷给的这双眼睛，不用白不用。万物相生相克，大自然里到处都是免费的解药。他吹了声口哨，招呼黑虎说走，进深山。一人一狗绕过病竹山，钻进了背后那片连猎户都不怎么去的原始老林。这里没被破坏过，生态完整。陈峰再次开启感知，视线在杂乱的灌木和朽木之间扫射，他在找一种特定的微小热源，找了足足2个钟头，黑虎都跑累了，吐着舌头直喘气。突然，陈峰眼睛一亮，前方一堆腐烂的枯竹堆里有密密麻麻的微弱红点在闪烁。他快步走过去，用柴刀劈开一截枯竹，竹筒里满满当当全是米粒大小的茧子，这是寄生蜂的茧。这玩意儿可是地老虎的天敌，它们专门把卵产在地老虎幼虫体内，靠吸食虫子的营养长大。陈峰小心翼翼地把这些带有蜂茧的枯竹全部砍下来，装进身后的背篓里。虫害有救了，接下来是霉菌。治霉菌更简单，连山都不用进。第二天一大早，陈峰推着借来的独轮板车，带着几条大麻袋进了村。他挨家挨户敲门，专收灶底下的草木灰。这年头家家户户烧柴火，草木灰多得很，平时都是直接倒进村口的土坑里。一看陈峰要收，大伙都挺纳闷。村东头的张大妈一边帮他把灰铲进麻袋，一边撇嘴问疯子包那破山就算了，弄这些没用的灰干啥？这玩意儿除了垫猪圈还能当饭吃啊？陈峰笑着递过去一把瓜子说，大妈，这可是好东西，能当肥料。正装着灰，赖子里带着2个小跟班晃悠过来了。赖子里手里扒拉着花生，吐了一地壳，斜着眼睛看陈峰。赖子里阴阳怪气的扯着嗓子喊要，这不是咱们村的大老板吗？怎么着，承包了山头没钱买化肥，跑来捡大粪捡灰了？你那破山要是能靠这玩意救活，老子把这板车吃了。几个跟班跟着大声嘲笑起来。黑虎猛地站起来，冲着赖子里狂吠2声，吓得他往后缩了缩，差点踩进水坑里。陈峰拍了拍麻袋上的灰，推起独轮车，头都没抬说，你最好留着肚子，过几天有你吃的时候。说完，他推着装满草木灰的板车，大步往山上走。赖子里在后面气得跳脚骂，装什么大尾巴狼，老子倒要看看你这穷光蛋能搞出什么名堂。回到山上，陈峰没歇着，立刻动手。他把带回来的寄生蜂枯竹节劈成小块，然后开启热能感知，世界里哪里地底下的灰黑色虫物最浓，他就把一小块竹节用草绳绑在那棵病竹的根部，一点都不盲目，精准投放。几千个蜂茧被他均匀地布置在虫害最严重的区域，好钢全用在刀刃上。布置完寄生蜂，陈峰扛起麻袋开始撒草木灰。草木灰是强碱性，专克土壤里的酸性霉菌。陈峰抓起大把的黑灰色粉末，顺着风向用力一扬，灰尘打着旋儿落在竹根周围的泥土上。接着他再用锄头稍微翻一下土，让灰和泥混在一起。整整3天，陈峰没日没夜的干，一车车草木灰运上山，精准覆盖了所有发霉的病灶。第4天中午，太阳毒辣，气温猛升，陈峰站在半山腰啃着干粮，双眼微眯，开启感知盯紧了地下。好戏开场了！高温催化下，绑在竹根处的茧子有了动静，感知世界中成百上千个微小的红点破茧而出，寄生蜂孵化了。它们顺着竹根的缝隙，毫不犹豫地钻进泥土深处。那些代表地老虎幼虫的灰黑色光团，原本还在慢吞吞地啃食根系，突然红点像追踪导弹一样扑上去，死死咬住灰雾。灰黑色的光团开始剧烈闪烁，疯狂扭动，显然是虫子在土里痛苦挣扎，但根本跑不掉。成千上万的寄生蜂卵被产进虫子体内，紧接着红点开始吸取养分，迅速变大，而灰雾则一点点被抽干。不到半天功夫，大片大片的灰雾彻底暗淡下去，消失得干干净净，虫害清零。与此同时，草木灰也随着露水渗入了土壤，在感知的视野里，那些大块的黑色霉菌斑块就像是碰到了滚烫的铁板，强碱环境让霉菌没法活命。黑色斑块迅速收缩溶解，最后化作一缕缕青烟，彻
彻底散掉。陈峰咧开嘴笑了，没花1分钱，一招借刀杀人，把整座山的病根拔了个干净。日子一天天过去，村里人都在等着看陈峰的笑话。赖子里更是逢人就吹牛，说陈峰那满山的竹子马上就要死绝了，到时候连砍柴都没人要。可事实却狠狠抽了他们一个大耳刮子，原本枯黄落叶、死气沉沉的病竹山，竟然奇迹般的停止了掉叶子，老竹子的枝干重新挺拔起来。更惊人的是，一场秋雨过后，竹节处竟然冒出了绿得发亮的新芽，整座山头就像是脱了层死皮，重新活了过来。仅仅半个月，地下黑雾彻底消散，竹林根系重新焕发生机，散发出代表健康的绿色光晕。一场生态奇迹悄然发生。进了腊月，大雪连下3天，村里人都缩在炕上烤火，谁也不愿出门。陈峰却待不住，穿上破棉袄，腰里扎根草绳防风，抄起短柄锄头，背上大背篓就出门。黑虎正趴灶台边烤火，见他出门，立马摇尾巴跟上。这狗清了毒后胃口大开，现在长得膘肥体壮，黑毛亮反光，走路肌肉一块块的。一人一狗踩着没过小腿肚的雪往病竹山走。到了山头，满眼全是白雪，大雪封山，别说挖笋，连竹子根在哪都摸不准。老猎人来也得摇头。陈峰却一点不慌，他站半山腰，深吸口冷气，直接闭眼，脑子里叮的一声，热能感知开启，眼前白雪黑土全变成半透明灰底色。陈峰倒吸口凉气，心跳猛跳，地下全亮了，密密麻麻的黄光团像埋土里的灯泡，从山脚扑到山顶。老竹子根部附近的光团大得像海碗，散发着刺眼的红黄光芒。陈峰惊叹了一声，好家伙，这是憋疯了啊！睁眼搓搓冻僵的手，满脸兴奋。之前病竹山养分全被虫子霉菌吸干，现在病根除了，加上草木灰肥地，竹林憋着古劲全发泄在长冬笋上，纯粹是报复性生长。陈峰走到个最亮的红黄光团正上方，一脚踢开雪。正常挖笋得看竹叶颜色找裂缝，还得顺着竹边摸。陈峰根本不管这些，照着发光位置抡起锄头就刨。咔嚓一声闷响，锄头碰到硬东西，陈峰丢下锄头，戴着帆布手套直接扒开冻土。黑虎也凑过来，2爪疯狂刨土，泥巴乱飞。没2下，一根裹着黄泥的粗壮冬笋露头。陈峰握住笋尖，左右一晃，用力上拔，啵的一声，拔出一根成人小臂粗的冬笋，外壳金黄带泥土味，根部肥大，笋尖紧实。这是冬笋里的极品黄泥拱。这笋没出地面，全靠吸地下养分长个，肉最嫩，一点不涩。陈峰掂了掂分量，压手，一根起码3斤重。陈峰说了声发财了，干活，放下背篓，抡起锄头接着干。有热能感知指路，他一挖一个准，绝不走空。别人挖笋转大半天，挖10个坑出2根算运气好，陈峰这简直是去自家地窖拿白菜，闭眼都不会拿错。不到2小时，陈峰挖了2大背篓，要不是背不动他还能挖。把笋装好，盖上后干草保暖。陈峰带黑虎趁天没黑透下山，到家没歇着，跑村委李大爷家塞2包大前门香烟，借来那辆破板车。他把冬笋一筐筐搬上板车，用破帆布盖严实。晚上10点多雪停了，陈峰拉着板车踩着结冰土路借月光直奔镇上。镇上国营饭店后院，采购经理吴建军正愁得抓头发，眼看快过春节，上头交代办几桌高规格招待宴，鸡鸭鱼肉好弄，可大冬天没点稀罕鲜菜配盘席面就掉价，领导吃不高兴他就得挨批。正烦着，后院铁门被敲得震天响。吴建军怒道：谁啊，大半夜的叫魂呢？披着军大衣气呼呼拉开门，门外站着冻得鼻尖发红的陈峰，旁边停着盖破帆布的板车。陈峰咧嘴一笑说：吴哥给你送救急的宝贝来了。吴建军皱眉打量他说：陈峰你小子大雪天跑这来干嘛？我这不收柴火，赶紧走赶紧走。说着就要关门，陈峰一把撑住铁门，也不废话，走到板车前猛地掀开破帆布，手电筒光打过去，吴建军眼睛直了，关门动作硬生生停住。满满一车黄泥拱，个个粗壮饱满，外壳带山里湿气。吴建军咽了口唾沫，2步跨出门槛，抓起一根掏出小刀，顺笋壳划一刀，剥开几层外皮，里面露出白玉一样的笋肉，稍微一掐嫩的滴水。吴建军声音都抖了，问这大雪封山的你上哪弄这么多极品黄泥拱？这玩意大冬天比肉还金贵。陈峰说自家包的山头出的，新鲜着呢。吴哥你就说收不收吧，不收我拉去县里了，做事要盖帆布。吴建军一把抓住陈峰胳膊，生怕他跑了，说别收，全要了。这品相镇上绝对找不出第二家，我给你算2毛5一斤。2毛5，这在当时绝对是天价，猪肉才8毛钱一斤。2人赶紧过秤，整整320斤。吴建军当场点出8张大团结递给陈峰，说兄弟，这几天要是还有全给我送来，县里饭店也缺这个，你有多少我吃多少。陈峰把钱揣进贴身口袋，拍拍胸脯说放心吧吴哥，管够。接下来半个月，陈峰白天睡觉，傍晚带黑虎上山挖笋，半夜拉板车去镇上送货。病竹山成了挖不完的聚宝盆，冬笋挖掉一茬，地下发光的小光团很快吸足养分，长成新黄泥拱。每天晚上陈峰都能拉下山300-400斤极品冬笋，换回一叠叠厚厚的大团结。村里人看陈峰整天不出门，还以为他在家躲债挨饿。赖子里甚至在村口大槐树下打赌，说陈峰熬不过冬天就得把山头抵给他。他们根本不知道，每天半夜陈峰拉着一车车金疙瘩往镇上送。春节前市场上冬笋供不应求，陈峰存折里迅速攒下上千块钱。这天下午，赖子里输了钱正心烦，溜达到陈峰家院墙外，扒着墙头想看陈峰饿死没。结果眼尖一眼瞅见院里的木板车，轱辘上全是新鲜黄泥，车板缝里还夹着带毛的笋壳。赖子里眼珠一转，大冬天哪来的新鲜笋？他扭头去镇上打听，国营饭店最近天天卖冬笋炒肉，他随便一问全明白了。赖子里说好小子，我说怎么没动静，原来在病竹山挖到金疙瘩了。赖子里气得直拍大腿，他本指望陈峰还不上钱拿山头抵债，谁知陈峰竟在山里挖到了发大财的金疙瘩。赖子里说今晚叫上大头他们带上麻袋去山里给他搬空，他陈峰能挖，咱们也能挖。赖子里吐了瓜子皮，扭头就去喊人。后半夜山风刮脸，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赖子里带着3个手下缩着脖子，一人拎把铁锄头，夹着空蛇皮袋偷偷上了病竹山。大头问李哥，这破山真有笋？大冬天别白跑一趟。
大头冻得直吸溜鼻子，手电筒乱晃。赖子里压着嗓子骂说少废话，镇上饭店收2毛5一斤，挖一麻袋笋能顶你干半个月的活。赖子里一脚踹在大头屁股上，几人摸到半山腰的竹林，大头一锄头刨开枯竹叶，底下真冒出一个金黄的笋尖。大头喊哎呦我去，真有！大头眼睛亮了，跪在地上直接刨出一个2斤重的大黄泥拱，又肥又大，还带着新鲜泥土味。赖子里一看成色，贪心全起，挥手说赶紧挖，装满这几个袋子咱们就撤。赖子里一挥手，几人散开，抡起锄头就干。他们不知道，山脚木屋里的陈峰正躺在床上闭着眼，脑子里的感知能力一直开着，整座山在他脑海里像张黑白底片。半山腰清楚亮起4个红彤彤的人形光团，光团正挥着胳膊，旁边代表冬笋的微弱小光团一个接一个消失。有人偷笋！陈峰睁眼翻身下床，顺手抄起墙角的铁锹，床边的黑虎也跟着站起。这半个月黑虎毒全清了，毛发黑亮，体型大了一圈，壮得像小牛犊。他察觉到动静，喉咙里发出呼噜声，露出白森森的獠牙。陈峰摸摸黑虎脑袋，说走，抓贼去。陈峰推门走进黑夜，陈峰没带手电，靠脑海里的热能感知精准避开树坑石头，在黑夜山路走得飞快。那4个红光团越来越近，他没打算硬拼，对方4个人手里有家伙，黑灯瞎火容易吃亏。陈峰闭着眼，脑海里热能画面清晰，赖子里几人身上的红光因为运动变得很亮。东边那片老鼠乐灌木丛没生命体征，在感知里是一大块黑色盲区。老鼠乐1人多高，枝条全是又长又硬的倒刺，野猪都不敢钻，粘上就掉层皮，把它们赶进黑区就行。陈峰带黑虎绕到西边，把几人夹在中间。陈峰一拍黑虎后背往前指，示意他行动。黑虎像黑闪电嗖的窜出，跑起来一点声音没有，逼近赖子里他们不到5米，才张开大嘴爆发出一声震耳的狂吠。黑虎发出一声震耳的狂吠，声音在深山炸响像打雷。大头正撅着屁股挖笋，吓得手一抖，锄头直接砸在脚背上，疼得嗷一嗓子叫唤起来。没等他们反应，黑虎已经扑倒最外面的混混，一口咬住后棉袄袖子，死命往后扯。混混吓得直哆嗦，裤裆一热直接尿了，大喊有狼！赖子里举手电乱晃，看到体型巨大的黑狗也吓得2腿发软，壮着胆子喊上打死他，自己却一步步后退。黑虎不给机会，松开混混，转身冲赖子里扑去。他动作太快，手电光圈里只剩一道黑影。同时陈峰在暗处捡起几块拳头大的石头，照他们方向狠狠砸去，石头砸在竹子上噼啪作响。大头捂着脚大喊那边还有人不止一个，被恶狗咬，暗处又不知藏着多少人，这帮软骨头彻底崩溃了。赖子里连锄头和装满的蛇皮袋都不要了，转头就往东边跑。黑虎在后面追，陈峰靠热能感知盯着他们位置，不断往西边扔石头造动静。几人像没头苍蝇乱撞，只能死命朝东逃。黑夜里看不清，他们只顾逃命，一头扎进那片老鼠乐灌木丛，惨叫接连响起，有人喊哎呦我的脸，有人喊别急有刺。老鼠乐的倒刺极锋利，穿透棉衣扎进肉里，越挣扎刺条缠得越紧。4个大男人像落进蜘蛛网的虫子，死死卡在灌木丛深处上下不来。陈峰吹个口哨，黑虎立刻停下跑回他身边。陈峰走过去拿手电往灌木丛一照，赖子里4人像刺猬一样挂在里面，脸上手上全是血口子，衣服扯成布条，动一下就疼得直抽冷气。陈峰冷笑说哟李哥大半夜带兄弟来我山上练杂技呢。赖子里疼得龇牙咧嘴，还在叫唤，让陈峰奶奶的快把他们弄出去，疼死他了。陈峰懒得理，直接在外面找块空地拢起干柴点火，他往火堆扔俩红薯，坐石头上烤火。黑虎趴脚边死盯灌木丛，谁敢乱动他就低吼。后半夜气温零下5、6度，山风一吹跟冰窖一样。陈峰烤火浑身暖和，赖子里4个卡在刺窝里动不敢动，冷风顺着破衣服往里灌，冻得牙齿直打架。没1小时赖子里就扛不住服软了，陈峰全当没听见，闭眼打盹。第二天一早，几人冻得半死，哭爹喊娘求饶，陈峰直接报警，把赖子里送进去关了几天。赖子里几人被带走后，病竹山彻底清净。陈峰每天带黑虎巡山，经过前阵子治理，山里病害全无，土肥的冒油。春雨一过，满山泥土香。陈峰走在竹林，眼睛一热，开启生物热能感知。平时健康竹林地下冒温和红光，今天一扫，竹根土层里竟亮起一团团刺眼亮金光，这光比冬笋强10倍不止。陈峰心里一跳，拿锄头扒开腐叶，湿泥里冒出一个个圆滚滚的菌蛋，破开后钻出一朵朵带着雪白网兜、散发奇香的野生竹荪，这叫雪群仙子，是最顶级的半生山珍，平时找1、2朵都难，现在眼前密密麻麻长了一大片。陈峰乐坏了，说生态链一恢复，连这种极品都大爆发了，赶紧动手采收，这东西娇贵，太阳一出就容易蔫。连干3天3夜，他把极品竹荪全收回家，为了保品相香味，他在院里搭土窑，用木炭低温慢烘，整整3大麻袋干货，雪白透亮，异香扑鼻。第二天一早，陈峰扎紧麻袋，坐上大巴去省城。县城消费低，卖不上价，只有省城做出口的外贸行才吃得下这顶级货。大巴颠簸5个多小时到省城，陈峰扛着麻袋一路打听，找到省城最大的鼎盛外贸行，这地方专门收高档山货药材卖给港商赚外汇，门面特别气派。陈峰刚进门，一个穿马甲的伙计迎上来，上下打量他一身泥点子和破麻袋，眉头拧成个疙瘩。伙计像赶苍蝇似的挥手说去，干嘛的？收破烂去后巷，别挡着正门做生意。陈峰放下麻袋，拍拍手挥，说他来卖山货，顶级野生竹荪，叫你们老板出来看货。伙计嗤笑一声，说就你还顶级野生竹荪？市面上的好货早被我们收光了，你这麻袋里装的怕不是烂树根吧？陈峰懒得废话，解开麻袋，抓出一把递过去，说睁大眼看清楚，这品相香味，你们平时收得到吗？伙计看了一眼，脸色微变，嘴上却不饶人，说颜色这么白，网兜这么完整，肯定是人工种的，说不定还用硫磺虫熏过，这种毒药拿来糊弄谁呢？赶紧拿着假货滚蛋，不然我叫人轰你了。陈峰火气也上来了，说你鼻子堵了，闻不
不到一点硫磺味，不识货就让开，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两人这一吵惊动了里屋，门一推，走出一个大肚子中年男人，皱眉喊吵什么吵？没看见我正陪贵客验货吗？这人就是孙老板，他身后跟着个穿西装的南方客商，两人正围着桌上一个红木盒子讨价还价。伙计赶紧凑上去告状，说老板，这乡巴佬拿一麻袋硫磺熏的假竹荪捣乱，我正赶他走呢。孙老板不耐烦摆手说赶出去，别耽误我收野山餐。说完转头对南方客商陪笑说，刘老板，你这批长白山极品野山餐品相确实好，50万货款，我这就叫财务开支票。刘老板得意一笑说，孙老板好眼光，这可是正经100年老餐，有钱都买不到。陈峰本想换一家，一听野山餐，顺着门缝往里屋桌上扫了一眼，这一看他脑子一嗡，生物热能感知自动激活，正常好药材该冒温和红光，可盒里那几根野山餐表面裹着鸡蛋假红光，杏子里却透出浓浓的灰黑色死气，这根本不是药，是剧毒。眼看孙老板拿起钢笔要签字，陈峰猛推开伙计，大步冲进里屋，扯嗓子大喊，慢着，这次不能签。屋里人都被吓一跳，孙老板手一抖，钢笔差点掉地，脸拉了下来，说你干什么？跑我店里撒野来了。刘老板更是急得跳脚，指着陈峰大骂，哪来的土包子，保安呢？赶紧把他拉出去打一顿。陈峰冷笑，指着红木盒子说，孙老板，你要是签了字，50万打水漂不说，这玩意儿要是卖出国吃死人，你这外贸行就得关门吃枪子。孙老板脸都白了，硬撑着说，你胡说八道什么？这是长白山老餐，我找师傅验过的。验过个屁！陈峰上前一把抓起最大那根人参，这是拿商鹿根造的假货，商鹿根有剧毒，这孙子用化学药水和胶水把它泡胀，再沾上参须子，表面看着像人参，里面全是毒水。刘老板脸色大变，额头冷汗直冒，他猛扑过去想抢人参，说你放屁，你血口喷人！孙老板，别听这疯子瞎说，这生意我不做了，把货还我！刘老板越心虚想跑，孙老板越觉得不对劲，他混了这么多年，哪能看不出猫腻？大吼一声按住他。孙老板死盯陈峰说，小兄弟，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是商鹿根？陈峰把人参扔桌上说，简单，真野山餐掰开，里面是实心黄白色，有菊花纹，你拿刀把它切开，看里面是不是一圈圈同心环，再让人端盆开水把它扔进去烫烫，看冒不冒刺鼻的药水臭味。孙老板二话不说，抓起裁纸刀对准人参用力切下，咔嚓一声，断口根本没菊花纹，全是惨白同心圆环，看着像放久的白萝卜。伙计端来滚烫开水，孙老板把假人参往水里一扔，不到3秒，清水变浑发黄，一股刺鼻酸臭伴着化学药剂怪味直冲屋顶，离得近的伙计直接干呕。孙老板气得发抖，指着刘老板破口大骂，王八蛋，敢拿商鹿根坑老子，你他娘的想害死我啊！报警，把他扭送局子。几个伙计连拖带拽把鬼哭狼嚎的刘老板拖了出去。屋里安静下来，孙老板瘫在椅子上抹冷汗喘粗气，要不是陈峰那一嗓子，他50万现金全砸进去不说，真把毒药当人参卖给港商，这辈子就完了。缓过劲来，孙老板起身快步走到陈峰面前，双手紧握，陈峰激动的声音都在抖，小兄弟，今天太谢谢你了，你这眼睛绝了，一眼看穿造假，我老孙欠你个天大人情。陈峰抽回手指指门外麻袋，人情不必了，我刚说了是来卖货的，可惜你伙计说我是硫磺熏的假货，非要赶我走。孙老板狠狠瞪了伙计一眼，转头陪笑，底下人眼下，小兄弟别见怪，快把好货拿进来我看看。陈峰把麻袋扛进屋解开，直接倒了半袋竹荪在桌上，雪白透亮的干竹荪堆成小山，浓郁纯正的自然菌香直接盖住屋里的药水臭味。孙老板是懂行的，凑过去深吸一口气，眼睛瞪得溜圆，他双手捧起几根竹荪，翻看网兜完整度，又捏捏肉质厚度，越看越精，没半点硫磺味，白中透着自然微黄，干度恰到好处，这竹荪稍微一泡水就能恢复弹性，这全都是纯野生的。孙老板咽了口唾沫不敢相信，纯天然，没打药没施肥，更没用硫磺熏过，整座山就出这3麻袋极品。陈峰说，老板被彻底折服，当即以天价签下独家供货协议。拖拉机在土路上颠簸半天开进村口，陈峰跳下车斗拍掉黄土，黑虎老远闻着味儿，像黑闪电一样从院里窜出来，围着陈峰直转圈，粗尾巴摇得飞快。村口老槐树下，村长刘长贵正蹲在石头上抽旱烟，几个闲汉靠着墙根晒太阳扯闲篇。陈峰大步走过去，把手里鼓囊囊的黑皮包直接扔在石盘上，砰的一声闷响，吓得刘长贵烟袋锅差点掉地上。疯子，你这包里装的啥玩意儿，这么沉？刘长贵站起身盯着黑皮包，陈峰没说话，直接拉开拉链，一沓沓崭新的10块钱大团结露出来，红彤彤的扎眼，周围那几个闲汉眼珠子都快掉地上了，嘴巴张得能塞进大白馒头。刘长贵猛吸一口凉气，声音都在抖，疯子，你这是干啥去了？这得有上万块了吧？你可不能干犯法的事啊！陈峰笑了笑，把省城孙老板签的收购合同拍在钱上，叔，这钱干干净净，是我卖山货赚的，省城的大老板跟我签了独家供货协议，这包里除了货款，还有下半年的定金。陈峰指着村后头的山头，扯着嗓子喊，今天我带钱回来就办一件事，咱村后头那7、8座荒山，连着我之前包的病竹山，我全包了。这话一出，老槐树底下炸了锅，全包了，那可是好几千亩地啊！那几座山除了石头就是野草，连种地都嫌土薄，包下来能干啥？人群后头传出一声冷笑，赖子里挤进人群，三角眼死盯着陈峰那包钱，一脸眼红。前几天他带人去偷猎，被黑虎咬得屁滚尿流，在家养了几天伤，今天刚出门就撞见陈峰露腹。哟，陈峰，你吹牛不打草稿啊！赖子里阴阳怪气的扯着嗓子喊，包全村的荒山，你当你是万元户啊？我看你就是想骗国家的扶贫款吧？那破荒山能长出金子来？陈峰冷冷扫了他一眼，从包里抽出2沓大团结，直接拍在刘长贵
贵手里说书，这是2000块钱承包费，你先点点，剩下的钱他打算用来在村里招工。陈峰转过身，看着越聚越多的村民，大声宣布说：从明天起，我雇人上山干活，不管是除草还是搭棚子，1天2块钱，现钱日结，绝不拖欠。1天2块钱，1个月就是60块，这比城里厂里的正式公证的都多。村民们彻底疯了，一个个扯着嗓子往前挤。疯子喊了声：算输一个，输有的是力气。疯子、婶子也能干，除草我最在行。赖子里一看这架势也急眼了，1天2块钱的肥差他哪能放过？他厚着脸皮凑上前搓着手讨好说：峰哥、峰爷爷，之前都是我不懂事，你看咱俩也算从小光屁股长大的，这招工的事你给我留个名额呗。陈峰看都没看他一眼，伸手拍了拍黑虎的脑袋，黑虎猛地往前一扑，喉咙里发出低吼，锋利的狗牙直接凑到赖子里大腿根，赖子里吓得嗷了一嗓子，双腿一软摔了个狗啃泥，连滚带爬逃出人群，惹得村民们哈哈大笑。下午，村委大院里挤满报名的村民，刘长贵坐桌前登记名字，陈峰站在台阶上，手里握着一沓厚厚的钞票，看着底下乌泱泱的人头，敲了敲桌子说：钱我有的是，活也足够大家干个大半年，但在我这干活，规矩得听我的，干得好年底发红包，谁要是坏了我的规矩，立马滚蛋，1分钱别想拿。底下人齐刷刷喊：疯子你说，你指东咱绝不打西。陈峰竖起一根手指，板起脸说：第一条，也是最死的一条，我包下的所有荒山，绝对不许用一丁点化肥，不许喷一滴农药，连除草剂都不行。这话一出来，院子里立马安静了，村民们大眼瞪小眼，都觉得陈峰脑子进水了。种地不用化肥，庄稼能长壮；不用农药，山里虫子还不把苗啃光；不用除草剂，几千亩山的野草靠手拔的拔到猴年马月。村里种地老把式王老汉忍不住开口说：疯子啊，你这要求太邪乎了，不用药，山里那些虫子和病害你咋治？这不等着绝收吗？就是啊，偷着喷点药，只要药效过了，城里人也吃不出来啊。底下有人忍不住小声嘀咕起来。陈峰眼睛一眯，脑子里热流涌动，生物热能感知全面开启，在他眼里整个院子变了样，每个人身上都散发着红色的生命热流，但他立马抓到几个不对劲的死灰点，那是一种极度破坏生机的化学毒素残留，在眼里就像一块块发臭的黑斑，非常扎眼。陈峰大步走下台阶，挤进人群，一把拽住刚才嘀咕的后生说：赵二狗，你右边裤兜里装的是啥？赵二狗一愣，脸涨得通红，捂着口袋往后退说：没啥。掏出来，陈峰声音一沉，赵二狗哆哆嗦嗦从兜里掏出一个小玻璃瓶，里面装着半瓶浑浊药水。赵二狗说这是自己刚从小卖部买的敌敌畏，准备回家喷菜地的。赵二狗结结巴巴地解释着药水的来历。陈峰没理他，又走到王老汉面前，指着他脚底下的蛇皮袋，问王叔这袋子里是不是装了半袋尿素，上面还沾着粉末呢？王老汉瞪大眼睛，像活见鬼一样看着陈峰，他这袋子捂得严严实实，陈峰隔着2米远咋看出来的？陈峰转过身，目光扫过全场，说今天把话撂在这。陈峰说自己这双眼睛毒得很，这山里的土、水、草，只要沾了一滴农药化肥，隔着2里地都能闻出来。陈峰指着那几座荒山大声喊，谁要是觉得能瞒过他的眼睛，偷偷往山里带药水，大可以试试。陈峰说一旦被他抓出来，不仅扣光工钱，以后全家都别想进他的山头。村民们全被陈峰这手隔空看物的本事镇住了。赵二狗吓得赶紧把敌敌畏瓶子扔出院墙，连声保证绝对不带药上山。其他人也跟着表态，谁也不敢再拿陈峰的话当耳旁风。1天2块钱的工钱摆在那，谁也不想因为耍小聪明丢了这金饭碗。傍晚，刘长贵把盖着大红公章的承包合同递到陈峰手里，整整8座荒山连成一片，全归陈峰管了。陈峰带着黑虎站在半山腰的大石头上，开启感知视野，扫视全山，底下庞大的自然生机红光一片。他把合同卷起来往腰里一别，带着黑虎直接转身下山。隔天，陈峰揣着卖竹荪赚来的一大沓大团结，直奔县城最大的禽苗市场。市场里臭气熏天，商贩扯着嗓子叫卖。陈峰看都没看那些肉柴的白羽肉鸡，径直走到市场最里头，停在一个脏兮兮的铁丝网前，里面关着密密麻麻的鸡苗，毛色杂乱，看着很不起眼。光头老板正抽着旱烟，赶紧摆手，让小兄弟看点别的吧。光头老板说这是七彩野鸡和本地无骨鸡配出来的杂交苗，野性大得很，根本圈不住，稍不留神就飞了。光头老板说普通人买回去10只有9只养不活，全得赔死。陈峰没吭声，直接开启生物热能感知，视线一变，铁丝网里那群鸡苗在他眼里变成了一团团跳动的红光。这些杂交鸡苗虽然看着瘦小，但生命力却异常旺盛，但身上的热量光芒比外头那些胖肉鸡亮了1倍不止，这说明它们生命力极其旺盛，抗病能力极强。陈峰说老板废话少说，这批苗子他要了，指着铁丝网问这里有多少这种杂交苗，他全包了。光头老板愣住了，烟斗差点掉地上，问陈峰确定吗？这可是5000多只，1只2毛，得1000块呢。陈峰二话不说，掏出一沓大团结，啪的拍在木箱上，让老板点点，1000块一分不少，找2辆拖拉机装车送回村里。光头老板数着钱手都在抖，看陈峰就像看个冤大头。陈峰理都不理他，带着装满鸡苗的拖拉机轰隆隆开回了村。8座荒山上，几十个大鸡笼一打开，5000只小鸡崽子像炸了窝的马蜂，扑腾着翅膀眨眼就钻进草丛跑没影了。帮忙卸车的赵二狗急得直拍大腿，说峰哥你这心太大了，这山后头连着老林子、黄鼠狼、野猫多得数不清，你连个铁丝网都不拉，到了晚上就是给山里的畜生送夜宵啊。村长刘长贵也吧嗒着汗烟，满脸愁容，说陈峰啊，二狗说的在理，早些年村里有人搞散养，一晚上被黄皮子咬死上百只，赔的裤衩都没了，你这1000块的本钱就扔山里不管了。陈峰拍掉手上的灰，说叔，铁丝网防得住野兽，防不住他们打洞，对付山里的畜生得用软刀子。他吹了声口哨，壮硕的黑虎立刻窜过来蹲在脚边，说走吧，咱们去山边上转转。陈峰带着黑虎沿着8座荒山外围走了一大圈，热能感知全开，陈峰视线穿透落叶和灌木丛，清晰看到地上残留着一条条暗红色轨迹，那是野生食肉动物常年踩踏
撒尿做记号留下的热量残留和生物信息，1条、2条，一共5条道，全在这了。陈峰顺着轨迹摸清了天敌进山的必经之路，他转身把赵二狗叫到跟前，说：“二狗，带几个人去后山悬崖边，把那种叶子带锯齿、闻着辣眼睛的臭灵丹和蛇面门全挖回来。”他特意叮嘱要连根带土一起挖，千万别弄断了根须。赵二狗挠挠头，说：“峰哥，挖那破草干啥？那玩意味道冲得很，狗闻了都得绕道走。让你挖就挖，废话真多。今天干完一人多加5毛钱工钱。”陈峰一瞪眼，一听加钱，赵二狗立马带人扛起锄头往后山跑。没半天，几大筐刺鼻的野草运了回来，味道冲的村民直打喷嚏。陈峰带头把草药全种在那5条野兽进山的必经之路上，又让人在草窝子里撒了一大把生石灰和硫磺粉。村民们看懵了，说：“峰哥这是干啥？种几棵臭草就能防住黄鼠狼？扯淡吧！就是黄鼠狼要是这么好对付，村里的鸡还能天天丢。”大家嘴上不说，心里都觉得陈峰飘了，这5000只鸡今晚非得遭殃不可。天一黑，陈峰打发村民下山，自己带着黑虎蹲在半山腰的木棚里。到了后半夜2点多，陈峰眼皮一掀，热能感知里出现动静，山脚下10几团幽绿偏红的热源正顺着老路悄悄摸上来。打头的是3只硕大的老黄鼠狼，后头跟着4、5只野山猫。它们闻到鸡崽子的肉香，跑得飞快。可刚到半山腰岔路口，打头的老黄鼠狼猛地刹住脚，往后一缩，臭灵丹和蛇面门的刺鼻气味混着石灰硫磺味，顺着风直接扎进它们敏感的鼻腔里。老黄鼠狼被熏得连打喷嚏，眼泪直流，原地转圈没了方向感。后头的野山猫也烦躁地甩着脑袋，爪子狂挠鼻子，不敢往前迈。趁野兽大乱，陈峰拍了拍黑虎的脑袋，说：“黑虎，干活了，一个不留。”黑虎早就憋足了劲，低吼一声，直接从木棚里窜了出去。左边草棵子3只，陈峰利用感知精准爆点，黑虎扑进草丛，大嘴一张，咔嚓咬断一只黄鼠狼的脖子，紧接着身子一扭，一爪子拍翻另一只，张嘴又是一口。野山猫见势不妙，惨叫着想往树上爬。陈峰大喊右边石头缝，别让它跑了。黑虎后腿猛蹬，跃起2米多高，直接把刚爬上树干的野山猫扑倒，尖锐的犬齿瞬间刺穿喉管，野山猫没挣扎2下就断了气。不到10分钟，战斗结束，草药防线让野兽失去方向，黑虎直接收割，剩下几只小黄鼠狼吓得屎尿齐流，连滚带爬逃下山。第二天一早，赵二狗带人提着饲料上山，他们心里直打鼓，以为满山都是死鸡，可刚到半山腰岔路口，全傻眼了。地上整整齐齐摆着6只黄鼠狼和3只野山猫的尸体，全被咬断了脖子。赵二狗惊得下巴都快掉地上了，饲料桶咣当掉在地上。赵二狗看陈峰的眼神就像在看神仙一样。陈峰走过来踢开一具野狼的尸体，陈峰说：“把这些玩意用绳子吊起来挂在树上，以后这8座山连只野苍蝇都别想飞进来。”从那天起，荒山成了绝对的安全区，5000只鸡苗在林子里彻底撒欢，每天漫山遍野的跑，抓蚂蚱，刨蚯蚓，喝山泉水，吃陈峰种的中草药叶子。4个月后，第一批跑山鸡出栏了。吴建军开着大卡车，带着省城国营饭店的头牌大厨上山验货。大厨抓起一只大公鸡，眼睛直了，这鸡羽毛反光，爪子粗壮，挣扎起来劲大的差点抓不住。大厨当场架起铁锅，烧水拔毛清炖。半个多小时后，锅盖一掀，一股浓郁的肉香飘满半个山头，汤色金黄透亮，连一滴多余的浮油都没有。吴建军迫不及待尝了一口肉，烫得直吸溜气，也舍不得吐。吴建军说：“我的老天爷，这肉太劲道了，这汤鲜的能把舌头吞下去。”吴建军激动得满脸通红，一把抓住陈峰胳膊：“陈峰，这鸡我全包了，一只给你10块钱。”这价格一出，围观的村民全疯了，10块钱一只，5000只就是5万块，这在80年代就是一笔天文数字。陈峰笑着点点头，直接接过吴建军递来的厚厚一沓定金，5万块钱一到手，全村人都炸锅了。陈峰没把钱捂在兜里，转头就包下后头几座荒山。他招了村里几10个闲汉，拉网搭棚子，一口气把跑山鸡的规模扩大到了10万只。村里人天天去山上瞅，看着那些满地跑的金疙瘩，睡觉都能笑醒。这10万只鸡天天在山里跑，吃虫子吃草药，一天比一天壮实。眼看着再过2个月又能换回10几摞10块钱大钞，谁知出了大事，隔壁赵家村突然闹起了凶狠的鸡瘟。这病来的邪门，头天晚上鸡还好好的，第2天一早去鸡舍一看，死了一地，连鸡冠子都发紫了，没死透的也耷拉着脑袋，站都站不稳。消息传得快，县里防疫站的人急得满头大汗赶下来，一帮人穿着白大褂，戴着厚口罩，挨个村子转悠，只要发现死鸡，活着的也一律不留，全给装进麻袋，拉到后山挖大坑活埋，上面再盖上厚厚一层生石灰。很快，这事就轮到了陈峰的病竹山。这天晌午，防疫站的王站长带着10几个壮汉，开着2辆大卡车，直接堵在山脚下。壮汉们手里拿着网兜、长柄铁钩和铁锹，村民们吓得躲在老远的大树后，连个声都不敢出。王站长跳下车，拿着铁皮大喇叭就喊：“陈峰，上面的死命令，为了防这鸡瘟，方圆10里内的活禽一个不留，全部挖坑处理。你赶紧带人把你这山上的鸡都抓下来。”陈峰正端着饭碗在院里吃饭，一听这话，把碗往桌上重重一磕，火气蹭的一下窜到头顶。10万只鸡，那是他砸了全部家当换来的，凭什么上下嘴皮子一碰就给埋了？他几步走到路口，死死挡在进山的道上。黑虎跟在他脚边，浑身黑毛炸起，呲着一嘴白花花的尖牙，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吼。谁敢动我的鸡试试？陈峰瞪着眼盯着王站长，声音不大，但透着一股拼命的狠劲。王站长急得直拍大腿，指着陈峰鼻子骂：“你这年轻人怎么不懂事？这鸡瘟传染得快，一旦扩散，整个县的家畜全得完蛋，这责任你担得起吗？”陈峰一步不退，大声顶回去：“我的鸡没病，一只死的都没有，你凭什么买？没病也得防着。赵家村离你这儿才隔了一道梁子，风一吹病就过来了。”王站长一挥手，冲身后的人喊：“别跟他废话。”
话，拿网兜上山抓鸡。10几个壮汉拎着网兜铁锹就要硬闯，黑虎猛地往前一扑，前爪在地上刨出2道深沟，汪的一声狂吠，吓得前面几个人手里的网兜掉在地上，连连后退。陈峰指着地上的线，王站长，你给我3天时间，3天后要是我的鸡死了一只，不用你动手，我亲自挖坑把10万只鸡全埋了。要是我能把这鸡瘟挡在山外头，你怎么说？王站长气得直乐，你挡？省里下来的老专家都没辙，你拿什么挡？行，我就给你3天，3天后我带人来，连鸡带你这破山头全给你扬了石灰。说完，王站长一跺脚，带人上车走了。车屁股一消失，陈峰立刻闭上眼，脑子里叮的一声，系统提示。陈峰的生物热能感知已全开，他猛地睁开眼，眼前的世界全变了。转头往赵家村方向看去，只见那边半空中正飘着一层厚厚的灰黑色雾气，这雾气就像活着的毒蛇，正顺着风一点点往病竹山这边爬。陈峰心里一紧，这绝对是鸡瘟的病气，这玩意儿要是落进鸡群，10万只鸡连半天都撑不过去。他赶紧转头看向自家的病竹山，满山的草木在他眼里发着各种颜色的光，他得找能克制这回黑病气的东西。他甩开膀子，顺着山坡往上爬，眼睛死死盯着那些光芒，找了半个多钟头，在半山腰一片背阴的陡坡上，他看到一大片刺眼的青光，这青光亮得像灯泡，透着一股极强的活泛劲儿。陈峰几步窜过去，扒开杂草一看，是一种叶子像锯齿一样的野草，根茎粗壮，平时村里人都叫它锯齿草，没人当回事，但在陈峰的感知里，这青光简直是灰黑病气的天敌。这陡坡上杂草多，锯齿草的叶子边缘跟小刀似的，陈峰手背被划出好几道血口子，他也顾不上疼。陈峰说了声就是他了，一把连根拔起一棵锯齿草，转头往山下跑。到了村口，他敲响了村里的大铜锣。陈峰说大伙听着，不想看着那10万只鸡死，不想大家伙的心血打水漂，就拿上镰刀筐子跟我上山拔草。陈峰让大家上山拔那种锯齿叶子的野草，全村老少早就把陈峰当成了带头大哥，一听这话连问都不问，男女老少几百号人拿着家伙石就冲上山，人多力量大，不到半天功夫，几千斤带着泥的锯齿草堆在了山脚空地上。陈峰指挥人架起10口杀猪用的大铁锅，倒满山泉水，把草药连根带叶扔进去，底下架上干柴猛火熬煮，水一开，咕嘟咕嘟直冒泡，一股刺鼻但透亮的药味飘满全村，熬药的村民呛得直咳嗽，但没人停下手里的活。在陈峰眼里，大铁锅里正往外喷着浓浓的青色雾气。陈峰大声吆喝拿桶来，把药汤兑点凉水，倒进山上的鸡草里，一滴也别剩，让鸡全喝下去。村民们拎着水桶一趟趟往山上跑，但这还没完。陈峰抬头看着半空中越来越近的灰黑病气，知道光喝药汤挡不住这盖满天的邪风。陈峰喊道：去把大队里的农药喷雾器全翻出来，装上药汤满山给我喷，树叶子、草窝子、石头缝全给我喷上药水。几十个壮小伙背着铁皮喷雾器，摇着手柄，满山头喷洒药汤。在陈峰的感知里，喷出来的药汤水珠在空气里连成了一片片青色光幕，把整个病竹山像盖被子一样罩得严严实实。到了傍晚起风时，那股灰黑色的病气终于压到山头，两股气一撞上，就像烧红的铁块扔进凉水盆里。灰黑病气刚碰到那层青光，就发出轻微的滋滋声，瞬间被化得干干净净，一点都没能落到山林里。陈峰看着这景象，呼了一大口气，一屁股坐在石头上，他后背的衣服全被冷汗湿透了。接下来的2天，陈峰让人3班倒，不停地熬药喷药，鸡草里的药水一刻也没断过。3天时间眨眼就过，王站长带着一大帮人，开着3辆大卡车，车斗里装满白花花的生石灰，黑着脸来到病竹山。车上跳下来30多号人，手里拿着铁锹和编织袋，众人手持工具，只等一声令下便上山抓鸡。王站长拿着喇叭大喊：陈峰，时间到了，赶紧把鸡都赶出来，准备挖坑。王站长的声音里透着明显的不耐烦。陈峰从山上慢悠悠走下来，两眼熬得通红，但嘴角咧着笑，他没回话，而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冲着山上吹了个响亮的口哨。咯咯咯，震天的鸡叫声瞬间响彻山谷。只见满山的跑山鸡扑腾着翅膀，从竹林里、草丛里钻了出来，一只只羽毛亮的反光，活蹦乱跳，有的在刨土找虫子，有的在互相追打。别说死鸡，连一只打蔫耷拉翅膀的都找不出来。王站长彻底傻眼了，手里的大喇叭吧嗒一声掉在地上，他使劲揉揉眼睛，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画面。跟着来的壮汉们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手里的铁锹当啷当啷掉了一地。隔壁赵家村的鸡死的连个活物都找不着，这山头离得这么近，10万只鸡竟然连根毛都没掉。不光如此，陈峰还让人把熬剩下的大半锅药汤装进木桶，用拖拉机送到赵家村，给那些躺在地上还没断气的鸡硬灌下去。绝了！陈峰这10万只跑山鸡一只没死，连邻村一些病得轻的鸡也被救活了。王站长张着嘴半天没憋出一个字，他看看满山乱跑的鸡，再看看地上的大喇叭，脸憋得青一阵紫一阵。带来的30多号壮汉全傻眼了，隔壁村死的连根鸡毛都不剩，这病竹山上的10万只鸡硬是连个打喷嚏的都没有。陈峰走上前看着王站长，问他坑还挖不挖了。王站长咽了口唾沫，弯腰捡起大喇叭，连挥都顾不上拍，说不挖了，赶紧收队。他连滚带爬上了吉普车，那30多号人也赶紧爬上卡车。3辆装满生石灰的大卡车怎么来的，又怎么灰溜溜的开走了？这是一出10里8乡全炸了锅。陈峰用几锅草药汤保住10万只鸡的事传遍全县，直接惊动了省城。没过3天，3辆绿吉普排着队开进村，停在病竹山脚下。车上下来7、8个穿灰布衣服的人，手里提着银色铁箱子，带头的是省农业专家组的林教授。林教授60多岁，戴着一副厚底眼镜。村长带人早早在路边等着，腰弯的老低。林教授没搭理他们，直接走到陈峰跟前打量2眼。林教授板着脸问陈峰：报告上说，你这10万只鸡没打过1针疫苗，连点化肥农药都没用过，硬扛过了这波病？陈峰点头说对，没用过。林教授哼了一声说：年轻人，
牛皮吹大了要破的。搞农业得讲科学，不用药不用化肥，这山上的病虫害怎么解决？鸡怎么长膘？带路，我要实地看。陈峰也不废话，转身往山上走，顺嘴吹了声口哨，喊黑虎开路。草丛里窜出一条半人高的大黑狗，毛发油亮，眼睛瞪得老大。黑虎冲着人群低吼一声，吓得几个年轻专家直往后退。赖子里正躲在后头看热闹，被吓得一哆嗦，差点坐地上。他咬着牙小声嘀咕：装什么大半蒜？省里专家都来了，等会儿查出你这鸡有毛病，看你怎么死。一行人跟着陈峰进了山，刚进林子，林教授就愣住了。地上铺着厚厚一层土，冒出一朵朵又大又肥的白竹荪，一群群跑山鸡在竹林里穿梭，爪子飞快刨土找虫吃。竹子根部打着一个个小洞，全是竹鼠活动的痕迹。林教授推了一把眼镜，冲身后的助手招手，让助手把仪器架上。林教授喊马上取样，几个助手赶紧打开铁箱子，架起折叠桌，摆上一排排玻璃管和测试仪。两人拿网兜抓鸡，两人拿铲子挖土，还有人去拔竹荪和竹笋。陈峰抱着胳膊站在旁边，一点不慌。他闭上眼，脑子里那股生物热能感知铺开，地下的竹鼠散发红光，地表的竹虫是密密麻麻的小黄点，跑山鸡是一团团旺盛的火球。这套生态链早被他调理的严丝合缝，根本找不出半点毛病。半个多小时后，助手们满头大汗跑回桌前开始化验，周围静得很，村长紧张的直搓手，赖子里伸长脖子等着看笑话。滴的一声，仪器吐出一张长纸条，一个戴眼镜的年轻助手扯下纸条，眼珠子瞪得溜圆，他手指抖，拿着纸条跑到林教授跟前，话都说不利索，喊林教授，让林教授看这个。林教授一把抓过纸条，死死盯住，看了1分钟，嘴巴慢慢张大。林教授猛地抬头盯着陈峰，说这怎么可能？土质有机物含量超标2倍，竹荪营养成分是普通野生的3倍。最离谱的是这只鸡的检测结果。他抖着手里的纸条，声音拔高8度，说鸡血里抗体活性极高，肌肉纤维紧实度完美，而且农残检测是0，绝对的0。这话一出，全场炸了。村长一拍大腿，乐得合不拢嘴。赖子里脸上的笑直接僵住，像吞了只死苍蝇，灰溜溜缩进人群跑了。林教授几步走到陈峰跟前，一把抓住他的手，激动的脸都红了，问小陈同志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说这简直是奇迹，违背常理。陈峰笑了笑，指着地上的土说，这其实不难，这山以前生了病，虫子多，他就养鸡吃虫，鸡粪拉在土里发酵，成了最好的天然肥料，土肥了，竹荪就长得好，竹荪又能净化土壤，防烂根。他暗暗催动感知，指着几个方位说，至于这次的病，他早就发现后山长了几种专克这病的草药，他把草药熬成汤混在水里给鸡喝，鸡天天满山跑，运动量大，加上吃得好，抵抗力自然就强。林教授听得直竖大拇指，连连点头，说这是生物链克制原理，立体生态循环。说陈峰把这套玩绝了，让助手记下来，把小陈同志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说这是活的生态教科书，全省都要学习这个模式。几个助手赶紧掏出本子刷刷记。林教授拉着陈峰的手死死不放，说小陈给他们省农业争了光，让陈峰放心，这是他亲自上报，说这病竹山就是全省的标杆。接下来的几天，省里和县里的车一趟接一趟往病竹山跑，记者拿着相机对着陈峰和鸡群咔嚓直拍，报纸上天天登着生态英雄陈峰的报道。半个月后，一辆挂着省里牌照的黑轿车开进村，停在陈峰家门口。县长亲自下车，快步走向陈峰家门口，双手捧着装有省里红头文件和专项贷款批复的牛皮纸信封。县长满脸堆笑，将信封递到陈峰手里。省里贷款一到账，陈峰一天没耽搁，他拿钱直奔县里，找了3支最快的工程队，拉着砖头水泥就往白岩村赶。不到1个月，病竹山脚下大变样，一排崭新的白瓷砖厂房建了起来，这可是正儿八经的无菌加工厂。厂房里全是不锈钢操作台，墙角几个大功率排气扇呼呼抽风，最里头是个200平米的大冷库，冷气一开，站门口直打哆嗦。光建厂房不够，陈峰又砸重金，一口气买回3辆带大冷箱的货车，组建了自己的冷链车队。这天一大早，厂房灯火通明，10几个穿白大褂、戴口罩的工人站在流水线两边，忙着挑早上刚采的竹荪和刚杀的跑山鸡。陈峰站在流水线尽头，双手抱胸盯着传送带，他暗暗催动生物热能感知，视线里的画面变了，传送带上的竹荪和鸡肉全散发着一团团光晕，绝大多数光晕是纯净明亮的绿色，代表生命力旺盛、毫无杂质的顶级品质。很快，他目光锁定在一只褪好毛的白条鸡上，这只鸡的光晕里夹着一丝极微弱的灰黄色。陈峰一抬手按停传送带，说了声停一下，他走过去一把拎出那只鸡，指着鸡腿根部一个比黄豆还小的暗斑说，这只鸡前2天在山上腿受过伤，肉里带点淤血，品质下降了，挑出来送去员工食堂加餐，不能进冷库。旁边的工人都看傻了眼，那暗斑小的几乎看不见，混在白花花的鸡肉里，陈峰居然一眼就挑出来了。陈峰拍着不锈钢台面大喊，大家听好，咱们现在要做出口标准，只要有一丁点瑕疵，绝对不能装箱，要保证每一盒发出去的货都是最顶级的。工人赶紧点头，干活更仔细了。这时厂房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汽车喇叭声，吴建军火急火燎跑进厂房，气都喘不匀。陈峰，快，赶紧收拾一下，省里带大客户来了。陈峰扯下口罩问，什么大客户把你急成这样？吴建军擦了把脑门上的汗说，香港来的，连省里领导都得陪着。这位货老板是香港最大的连锁超市大亨，专门满世界找顶级生态食材，省里把你的病竹山报上去了。货老板今天专门来病竹山实地考察。刚说完，3辆黑亮的进口小轿车开到厂房门口，停在泥土路边，车门一开，
几个穿西装的人走下来，最中间是个50多岁的男人，头发梳得溜光水滑，戴金丝眼镜，一身高档西装，皮鞋擦得锃亮，正是霍老板。他身后跟着个戴黑框眼镜的年轻助理，手里紧紧拎着个银白色金属密码箱。霍老板打量了一下四周的泥土路和远处的荒山，眉头皱成疙瘩。他转头看向陪同的省里领导，满脸不高兴。领导，我们香港对食品进口把控非常严格，这地方连条柏油路都没有。省里领导问霍先生是否确定这里的农产品能达到他们的卫生标准。省里领导赶紧笑着解释，让霍先生别看这里偏，但生态环境绝对一流。霍老板摇头不信，说环境好不代表产品过关。前阵子禽流感闹得凶，他们超市连着下架了好几个供应商的货。他这次来要的是绝对零污染、零农药残留的顶级货色，一般的乡下土特产他可看不上。陈峰从厂房走出来，正好听到这话，他不气也不恼，笑着迎上前问霍老板是吧？东西好不好？光看路可看不出来。霍老板既然大老远来了，不如先进厂房看看。霍老板上下打量陈峰一眼，见他穿着普通，但不怂也不巴结，便点头答应，说行，那就看看。陈峰递给他们全新的白大褂和一次性鞋套。霍老板穿戴整齐，带助理走进厂房。一进门，霍老板眼神就变了。厂房里干净的能照出人影，空气中没半点腥臭味，只有一股淡淡的竹子清香。流水线工人操作规范，工具全是不锈钢。助理伸出戴白手套的手，在操作台边缘用力抹了一把，拿起来一看，手套上连一丁点灰尘都没有。助理凑到霍老板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霍老板脸色缓和了些。霍老板推了推金丝眼镜，说卫生条件还算凑合，但他们最看重的还是食材质量。陈峰他们说的零污染有数据支撑吗？陈峰说他们不玩虚的，直接走到冷库门口，拉开厚重大门，白色的冷气涌出来。陈峰走进去，拿出一盒刚包装好的鲜竹荪，拎出一只处理好的跑山鸡，重重放在霍老板面前的操作台上。陈峰双手一摊，说霍老板，东西就在这，他可以随便验。霍老板冲助理扬了扬下巴，助理立刻把银色密码箱放桌上，咔嗒一声打开，里面全是精密玻璃试管、滴管，还有2台带液晶屏幕的便携式检测仪。助理说这是他们从香港带来的最新型快速检测设备。助理边说边用消毒刀片切下一小块鸡肉，又剪了一小截竹荪，分别放进试管，滴入化学试剂。整个厂房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那2台闪着红灯的仪器。陈峰站在旁边稳如泰山，他早用感知扫过这些食材，那浓郁的生命绿光代表绝对纯净，靠天然草药和立体生态循环养出来的东西，拿放大镜找也找不出半点化学残留。2台仪器同时发出脆响，指示灯变绿，屏幕跳出一排排数据。助理凑过去一看，眼睛猛地瞪大，他不敢相信的揉揉眼，仔细看了一遍屏幕，表情像见了鬼。霍老板皱着眉头问怎么了？助理激动的话都说不利索，直接飙出粤语，喊老板零啊，全都是零啊。他一把抓起检测仪递到霍老板眼前，声音都在抖，说农药残留零，抗生素残留零，重金属含量零，全项指标都是完美的零。霍老板一把夺过检测仪，死死盯着屏幕数据。助理又指着另一台仪器喊，老板你看这个营养指标，这鸡肉的蛋白质含量和氨基酸比例比咱们超市卖的最贵的欧洲进口有机鸡肉环高出30%，那竹荪的活性多糖含量简直高得离谱。霍老板手抖了一下，他跑遍东南亚10几个国家，考察过几10个顶级农场，从没见过这么干净完美的数据，这哪是食材，简直是艺术品。霍老板猛地抬头看向陈峰的眼神彻底变了，之前的傲气全没了，满眼都是捡到宝的狂热。陈老板，霍老板连称呼都变了，一把抓住陈峰胳膊，这些鸡和竹荪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我能去山上看看活的吗？当然可以，这边请。陈峰笑着在前面带路，一行人出了厂房，顺着刚修好的石阶往并竹山上走。刚到半山腰，就听见一声低沉的狗吠，黑虎从竹林窜出来，浑身黑毛油光发亮，像头小牛犊子一样挡在路中间，眼神凶狠地盯着这群陌生人。霍老板吓得往后退了一步，黑虎回去。陈峰喊了一声，黑虎立刻收起凶相，摇着尾巴跑到陈峰脚边蹭了蹭，转身跑进竹林。霍老板擦了把冷汗，探头往竹林里看去，这一看他彻底服气了，满山竹子翠绿挺拔，成千上万只跑山鸡在林子里飞奔，有的扑腾翅膀飞上2米高的竹枝，有的用爪子刨土找虫子，地上铺着厚厚的腐殖土，踩上去松软又湿润，一朵朵雪白竹荪像小伞一样从土里钻出来，长势喜人，空气里没半点农药味，全是大自然最原始的气息。鸡吃虫，粪肥土，土长竹荪，竹荪净土。霍老板嘴里念念有词，眼睛越来越亮，他终于明白检测数据为什么完美了。陈峰利用大自然规律打造了一个完美的闭环生态链。霍老板转身死死盯着陈峰，陈老板，你这厂子现在月产多少？陈峰盘算了一下，目前冷链车队刚建好，1个月大概出5万只鸡，2000斤干竹荪，以后产量还能翻倍，我全要了。霍老板大手一挥，声音大的连树上的鸡都惊飞了，旁边陪同的省里领导全愣住了。霍老板激动的搓手，陈老板，你的货我按欧洲顶级有机食品的价格收，只要质量跟今天一样。霍老板大手一挥，表示你们产多少他就收多少。陈峰笑了笑，霍老板，我的冷库和车队都已就位，只要签合同，我的冷链车直接把货拉到港口，无缝对接你们的货船。好，痛快！霍老板大笑，直接让助理打开密码箱，拿出一本支票簿，拔出钢笔刷刷写下一串数字，撕下来拍在陈峰手里。大亨当场拍出500万港币预付款，手里攥着500万港币的支票。陈峰心里彻底踏实了，省城大老板发了话，货好就无限量收，光靠并竹山这几百亩地肯定供不上，想做大必须把白岩村的山头全用上。第二天一早，村头铜锣敲得震天响，老村长站在打卖场的石碾子上，扯着嗓子喊个家各户都出来。老村长说陈峰有大好事要宣布。没一会儿，全村老少把打卖场挤得满满当当。这阵子陈峰赚了大钱，村里人看着眼馋，不少
少人急得整宿睡不着觉，眼睛都熬红了。陈峰跳上拖拉机车厢，拍拍手，大声说：“乡亲们，今天叫大家来就一件事，我要在村里办个生态农业合作社。”台下人群顿时炸开了锅，议论纷纷。陈峰压压手，接着说：“规矩简单，你们出人出山头，我出技术、鸡苗和菌种，大伙1分钱都不用掏，等鸡长大，竹荪采收，我按市场价统一售，赚了钱咱们按比例分红。”这话一出，全场安静的连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过了半天，村东头的赵大柱结结巴巴地问峰哥：“你说真的不要本钱，连苗子都白给，全白给？”陈峰咬死牙关，大声说：“只要你们肯吃苦，死死按我的规矩养，我保证大伙年底都能盖上大瓦房。我干！”赵大柱第一个举手，脸憋得通红：“我也干，算我一家，还有我家那片荒山全入股。”村民们激动得直蹦，生怕喊碗没份。以前穷得一年到头吃不上顿肉，现在财神爷把饭喂到嘴边，不干的是傻子。3天后，送鸡苗和菌种的卡车在村口排成一长溜，陈峰站在车厢后头，亲自给大伙发苗。外地供货商笑嘻嘻递过一根烟：“陈老板，这都是精挑细选的苗子，您放心收。”陈峰没接烟，眯着眼盯住车厢里那一筐筐叽叽喳喳的小鸡仔，脑子里的生物热能感知直接打开，周围世界变成黑白色，视线穿过竹筐，小鸡仔全变成红黄相间的光团，大部分光团洪亮扎眼，跳得很有劲，说明活得好好的。可等陈峰扫到最里面几筐时，脸直接拉了下来，那几筐的光团颜色发暗，透着一股病态的灰白，热量弱得快灭了。把最里面那5筐搬下来，陈峰拿手指了指，供货商变了脸，干笑着凑上去：“陈老板，那几筐压在最里头不好搬，苗子都一样，错不了，我让你搬下来。”陈峰声音不大，但透着股狠劲。几个村民赶紧爬上车，把那5筐搬到空地上。陈峰走过去掀开盖子，表面看小鸡仔都在动，没啥毛病。陈峰伸手进去，一把抓出3只小鸡。这3只鸡在别人眼里看着挺欢实，但在陈峰的感知里，它们体内的热能已经断层，内脏都快坏死了。这批苗子受过冻，肺已经坏了，活不过3天。陈峰把小鸡扔在地上，死死盯着供货商，拿病苗糊弄我。供货商额头直冒汗，还想顶嘴：“陈老板，你这光靠眼看。”陈峰二话不说，掏出小刀直接划开一只小鸡。大伙凑近一看，那只小鸡的肺部果然已经发黑坏死，大伙全看傻了眼。供货商扑通一声软在车帮上，脸白得像纸：“陈老板，我错了，这几筐是昨夜冻着的，我以为能混过去。”陈峰冷着脸挥手说：“拉回去，以后你的货我一只都不收。”围观村民彻底服气了。赵大柱竖起大拇指说：“峰哥这眼睛绝了，连鸡崽子生病都能看出来，跟着干绝对赔不了。”靠着这手绝活，陈峰把不合格的苗子全挑了出去，发到大家手里的全是最顶级的健康苗。大半年一晃而过，白岩村彻底翻身了，漫山遍野全是咯咯叫的跑山鸡，林子底下白生生的竹笋挨个往外冒。陈峰的冷链车队每星期都进村拉货。到了结账这天，村委会院子里比过年还热闹，桌上落着半尺厚的10元大钞，老村长带着老花镜，拿账本念名字说：“赵大柱，2800块。”赵大柱双手在裤腿上使劲蹭了蹭，哆哆嗦嗦接过钱，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活了半辈子，他从没见过这么多钱。老村长接着念说：“王老二3100块，刘寡妇1900块。”拿到钱的村民转头就往镇上跑。没多久，村里的土坯房全推了，红砖小洋楼一栋接一栋盖起来。村路上天天有新买的摩托车按喇叭，拖拉机从早响到晚。白岩村彻底富了。就在全村热火朝天盖新房时，村口走来一个人，这人穿着洗发白的旧衣服，头发剃得极短，脸颊瘦得凹进去，背个破编织袋，正是当年因为偷猎逼债蹲了几年刚放出来的赖子里。赖子里顺着路往村里走，越走越心惊。以前村里全是破茅草屋，一踩一脚烂泥，现在路面垫了碎石，两边全是大砖房，院里停着新摩托。他差点以为走错村了。路过村口水井，几个妇女正洗衣服，赖子里咽了口唾沫，凑过去问说：“嫂子，这是白岩村吗？”几个妇女抬头一看，脸全拉了下来。一个妇女撇撇嘴说：“这是有，这不是赖子里吗？放出来了。”然后端起盆就走，说：“离他远点，别沾了晦气。”另一个妇女指着他警告说：“赖子里，我告诉你，现在村里全指望陈老板带我们发财，你最好老实点，不然全村人活剥了你。”赖子里傻眼了，陈老板，陈峰。他拖着步子往家走，到地方一看，彻底傻了。他那间破土屋早塌了，房顶烂成一堆泥，院里全是半人高的杂草，连个落脚地都没了。天慢慢黑透，山风一吹，赖子里冻得直哆嗦。他一天没吃饭，肚子饿得像火烧。他蹲在塌了一半的土墙根下，看着远处家家户户亮起电灯，闻着风里飘来的炖肉香，他狠狠抽了自己2个大嘴巴。当年他横行霸道，看不起陈峰，现在人家成了全村恩人，带着大家吃香喝辣，自己却成了没人要的野狗。实在饿得受不了，赖子里站起身，想去后山挖点野菜对付一口。刚走到山脚，前面草丛里猛地传出一声低吼，一团黑影窜出来挡在路中间，是黑虎。这头大黑狗现在养得膘肥体壮，毛发油亮，它压低身子，呲着惨白的尖牙，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低吼，死死盯着赖子里。赖子里吓得双腿一软，扑通跪在地上。他认得这条狗，当年差点被他咬断腿。赖子里带着哭腔求饶，喊狗爷爷别咬他，说他就是想找口吃的。后面传来一阵脚步声，陈峰打着手电筒从林子里走出来，他扫了一眼跪在地上的赖子里，没吭声。脑子里的感知自动打开，在陈峰眼里，赖子里身上的热能弱得可怜，胃缩成一团，体温掉得飞快，这是身体饿到极限时的典型反应。赖子里看见陈峰像抓住了救命稻草，趴在地上砰砰磕头，说他错了，他当年不是人，求陈峰放他一条生路。他马上滚出村子，再也不回来。陈峰关了手电，冷眼看着他，问他家房子塌了，他能滚去哪？赖子里愣住了，眼泪混着鼻涕往下流，说他不知道，他饿。陈峰
掏出2个冷馒头扔在赖子里面前的泥地上，赖子里像饿狼一样扑过去，抓起沾泥的馒头就往嘴里塞，噎得直翻白眼。陈峰看着他狼吞虎咽，语气平淡说：“合作社现在缺个搬运工，每天扛鸡饲料，搬竹荪筐，纯体力活，累得要死，扛一袋2毛钱，管2顿饱饭。”赖子里停下嘴，呆呆抬头看着陈峰，他以为陈峰会打他，放狗咬他，把他赶出村，做梦也没想到陈峰会给他一口饭吃。陈峰问干不干，赖子里猛地把剩下的馒头塞进嘴里，边嚼边嚎啕大哭，脑袋磕在地上砰砰响，喊峰哥是他亲爷爷，他这条命以后就是陈峰的，他给陈峰卖一辈子命。从那天起，合作社仓库里多了个拼命3郎，别人扛1袋饲料，赖子里咬牙一次扛2袋，肩膀磨破流血，连哼都不哼。天不亮他就爬起来扫院子，扛起110斤的麻袋拼命往车上跑。到了1990年秋天，白岩村大变样，进村的烂泥路全没了，直接修了条宽广的柏油路通到村口。今天村里比过年还热闹，村口挂着白岩村首届生态丰收节的大红横幅，路边停满各地牌照的大卡车，村民们排着队，把一筐筐极品竹荪和一笼笼活蹦乱跳的跑山鸡往车上搬，还有不少城里人开小车、骑摩托专门跑来买土特产。赖子里光着膀子，脖子搭条破毛巾，站在卡车上扯着嗓子喊，让大伙手脚快点，这批货发广州，耽误了货老板的飞机，他们赔得起吗？他现在是物流队长，管着几10号搬运工，一边喊，他一边弯腰扛起上百斤的2筐竹荪，稳稳码在车厢角，汗顺着后背流，他擦都不擦。自从给陈峰磕头认错后，赖子里彻底变了，谁干活敢偷懒，他第一个冲上去骂。一辆黑色的桑塔纳按着喇叭开进村，停在合作社院门口。吴建军和港商货老板下车，货老板看着满村的卡车和忙碌的村民，眼睛瞪得老大，问吴经理说他去年来这还是穷山沟，陈老板这手笔也太大了吧？吴建军笑着摇头说别说货老板，他1个月来一趟都觉得变样。走，找陈峰去，今天可是他们村分红的大日子。合作社大院里挤满了人，中间拼着5、6张桌子，上面堆着小山一样的崭新100元大钞，4个出纳拿着账本坐着。陈峰坐在旁边的椅子上，黑虎乖乖趴在他脚边吐舌头。现在的黑虎长得比小牛犊还大，毛色黑亮，往那一趴特别壮实。村长拿大喇叭喊李老栓上来签字领钱，老李头挤出来，长满老茧的手在衣服上使劲蹭了蹭，哆嗦着按了手印。出纳数出2万块，啪的拍在桌上，说李大爷，这是你家今年的分红，点点。老李头盯着那2沓钱，眼眶一下红了，他把钱死死抱在怀里，蹲在地上扯着嗓子大哭。旁边有人开玩笑说，老李，大喜的日子你哭啥？我连买袋盐的钱都没有，孙子想吃肉，我只能去山上挖树根，现在手里拿着2万块，我能不哭吗？大家哄堂大笑，可不少人眼睛也跟着红了。以前白岩村穷得揭不开锅，自从陈峰承包并竹山搞散养，带全村种竹荪、养跑山鸡，大伙日子才好起来。现在家家户户都是万元户，以前做梦都不敢想。陈峰看着大伙笑了笑，转头看向不远处的母亲，她穿着新买的红棉袄，正拉着几个大娘闲聊，笑得合不拢嘴。陈峰闭上眼，脑子里嗡的一声，直接开启生物热能感知，视野一下变了，整个白岩村和群山全亮了。远处的并竹山凿好了，满山竹林冒着刺眼的绿光，生命力旺到极点，竹根在地下乱窜，竹鼠在洞里打滚，冬笋在土里憋着劲长。山坡的散养基地里，10万只跑山鸡像10万个小火炉，冒着健康的红光，鸡吃虫子，拉屎肥竹林，这就是他搞出来的生态循环。他最后看向母亲，以前母亲胸口那团灰暗的病气早散干净了，现在全身上下冒着明亮的红光，心跳有力，气血旺得像年轻人。陈峰睁开眼吐了口气，值了，重活一回拼命搞钱，就是为了这个。赖子里挤过来，端着2海碗白酒，他递给陈峰1碗，红着眼圈扑通跪在地上，说峰哥，我以前是个畜生，干的不是人事，是你给我饭吃，把我当人看，这碗酒我敬你，以后你一句话，我绝不皱眉头。陈峰端起碗一口干了，村民们一看，呼啦啦全端着酒杯围上来，有人说疯子，输敬你一杯，没有你，咱们村还在受穷。有人说峰哥，我干了，你随意。有人说陈老板，我们全家谢谢你。酒杯撞得叮当响，陈峰来者不拒，喝得满脸通红。天黑路灯亮起，大院摆上流水席，鸡鸭鱼肉堆得冒尖，大伙甩开腮帮子吃肉喝酒，笑声震天。陈峰找借口溜出来，吹了个口哨，黑虎摇着尾巴跟上，一人一狗顺着石阶爬上并竹山顶。陈峰站在山顶大石头上往下看，白岩村灯火通明，进出村的马路上，卡车车灯排成长龙，正一车车往外拉货。他蹲下身摸了摸黑虎的脑袋，黑虎使劲蹭着他的手心。陈峰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走，下山接着喝。